一个有才有貌、有前途的美女学霸，最后却活活饿死在异国他乡。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就连父母都拒绝为她收尸。事情在网上传开后，舆论还一边倒的怒斥她，活该。那到底做了什么违心事，竟然落得如此凄惨境地？这名美女学霸叫王毅，虽然出生在贵州一个普通家庭，但自幼就有着非凡才气。她16岁考入吉林大学，23岁时武大新闻学硕士毕业。按理说，如此优秀的她，找家权威媒体机构工作，自然不在话下，未来可谓不可限量。但她偏偏应了一句话：人不作死就不会死。她天生离经叛道，痴迷日本文化，对日本动漫毫无抵抗力，并经常跟身边朋友表示，此生最大愿望就是去日本。在他看来，日本是个充满魅力与创意的国家，相比中国更适合自己。于是他便做出一个决定，移民日本。但移民并非易事，要在日本最少居住5年以上，因此他只能通过申请留学来迂回实现。可留学至少需要20万元的资产证明，为此他不惜向亲朋好友借钱，并信誓旦旦的承诺待申请好就还钱。但如愿到日本后，他并没有兑现承诺，不仅拒绝还债，还在社交平台发布贬低抹黑祖国的言论。他将生他养他的祖国说成是腐败、堕落、不堪一提的国家，就连老百姓都充满愚昧和无知。他的这种言论很快引起国内网友不满，骂他是个忘恩负义、不知感恩的人，同时还揭露他借钱不还的事实，呼吁有关部门对他追究到底。此时的王毅身在国外，感觉连呼吸都是香甜，因此对网上言论根本不屑一顾。他称自己已是日本人，根本不欠任何人东西，庆幸自己离开国内，现在日本过得很开心。人们原本以为他一定是有着充足的底气，才能说出如此惊世骇俗的言论，可实际情况却是，他到日本后没什么朋友，不仅承担不起高昂学费，连份像样的工作都找不到，只能在东京一个破旧出租屋内过着孤独无聊的生活。为了赚取生活费，他开始炒币，但几个回合下来，不仅将借来的钱挥霍一空，还让自己负债累累。为偿还债务，他只好去酒吧、餐馆、按摩店等处做工。由于没有合法工作签证，也没有相关保障，他尽管连轴转的打工，生活还是很快陷入困境。长期的饥饿与劳累让他骨瘦如柴，牙齿也开始松动脱落，头晕、血压低、虚弱、晕倒在地，成为王毅的生活常态。没有体力胜任工作，只能躺在屋里减少消耗。他在社交平台上发文：我会不会饿死？事实也确实如此。假如再收不到接济，他真的会随时丢命。可收到别人的捐款后，他又全部用于购买漫画书。在他看来，人活着要有价值、有意义，而不是只知道吃喝拉撒的畜生。但为了一口吃的，他不惜去翻垃圾桶。看到发霉的面包，他就会很开心。路上捡到青梅，他又酸得呲牙咧嘴。房东看他实在可怜，给他2个红薯。他说放心，不会饿死家中。即便如此，他仍不忘造谣自己祖国，诅咒国内饿殍遍野，希望祖国被和平。这些种种言论让人们对他的同情消失殆尽，就连父母都因他的甩债行为与叛国行径，选择了和他断绝关系。但出于人道，还是有人会给他提供食物，但他依然处于饥一顿饱一顿状态。在临近交学费时，他就会焦躁不安，在平台上口出狂言，谁要是能帮他交学费，他就直播喝核辐射水。就这样，他在学校饿晕摔倒后，被路人发现送回出租屋。2天后，他再也没有醒过来。等房东发现时，他的尸首已腐烂并散发着臭味，周围布满苍蝇与蛆虫。当时的他才只有37岁。父母接到他死亡的消息时，直接拒绝放弃认领尸体。常话说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如果王毅没有做出种种不耻行为，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。因此，做人不仅要地道、厚道，还要走正道。希望我们以此为鉴，不做端起碗吃肉，放下筷子骂娘的事情。